Hello， 我是 Kitty。今天是大家最喜欢的平价特辑，而且我觉得今天不应该算是平价，而是超低价，因为今天要分享的所有东西呢都是100块有找的。那首先第一个呢是我最近很喜欢用的美妆蛋，它是台湾品牌叫做新之冠，我这个是在宝雅买的，然后它本来的尺寸呢就是这么大。一个扁扁形状的，然后泡水之后呢，会长成这样子，超巨大。我很喜欢的是它的弹性非常的好，而且它是那种比较扎实一点的弹性，跟 Beauty Blender 比起来呢 ，Beauty Blender 是比较松软的，那这个是比较在更 Q 弹的。然后它的屁股面积非常大，所以你拿来上底妆呢会非常的快速。那它头这边一样是有做一个小尖点，所以你要上眼周或者是鼻翼嘴角这边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拿来上底妆非常的棒。然后它不太会吃粉底，像我今天已经用过嘛，你看它没有说吃到非常多的粉底，就它吃粉底的程度，我觉得跟 Beauty Blender 差不多。然后两个上起来的遮瑕度妆效什么的，我觉得也是都差不多。Beauty Blender 还是有比较漂亮一点，可能比如说是98分好了，但新之冠这一个呢也是有80到90分，但是价差呢？ Beauty Blender 这个台湾定价应该是600出头，新之冠这一个呢是69块，69跟600多的价差，然后使用感受真的只差一点点，所以这个 CP 值是非常非常高的。但这两个比起来呢，新之冠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你们看一下它的屁股比较大嘛，如果你要上腮红的话 ，Beauty Blender 是可以直接这样子上双状腮红，尺寸非常的刚好。但是新之冠这个，因为它屁股这么大，如果你要拿来上双状腮红的话，就会太大，就会整个腮红范围变得太夸张，所以这个。除非你是超级大饼脸才可以拿来上腮红，不然它的功能就是只能上底妆。然后尖端的部分也是 Beauty Blender 这边是比较瘦的嘛，所以它上眼下遮瑕什么的是可以上得很好。但这个我觉得它上眼下遮瑕就是没有那么理想。如果你是要找一个上底妆的美妆蛋我觉得新之冠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个多功能的话 ，Beauty Blender 这个老实说还是功能性比较强的。再来是我在康是美发现的一个奇妙品牌叫做 Mako。它好像是台湾的品牌吧，然后我买这个呢是双色眉粉饼。那我喜欢它的原因呢是浅色这个，拿来画鼻影超棒。它的颜色就是一个阴影，它不带红、不带黄、不带橘，就是一个阴影的感觉。然后显色度不高，就是画鼻影我不喜欢显色度太高的东西。它这样显色度淡淡的刷在这边完美的鼻影色。然后深色这一格呢，我会拿来补我的眉尾。它里面附的这个刷子看起来很烂，结果意外的还蛮好用的，因为它很扁，然后毛非常的扎实，所以画出来的线条呢会很干净、很整齐。所以像我眉尾喜欢有一个这种角度的感觉嘛，用这个拿来刷就会非常的漂亮。但是如果你要用这个画眉毛我只推荐给你本身就有毛的人，或者是像我有雾眉，我只需要一点点做补色，因为它的显色度真的就没有很高，就算是中等而已。我现在刷在手上给你们看它深色这边显色度就是这样子。所以只能拿来做补的用途。如果你本身是眉毛很稀疏，你需要整根眉毛都自己画的话呢，我就不推荐这一个。但以我的需求还有我的发色真的超级适合这一个。因为像它这样子带灰调的就是很适合我们这一种没有染头发的自然黑色。像很多日系的眉笔，它们都会太红或者太橘，我们用起来都会看起来很不对劲。但这个色调就非常非常的刚好。如果你在找平价的鼻影跟补眉毛的产品我觉得就是它了。这个好像是99块吧。CP 值真的超级高。好，再来这个真的是这一集最精彩的东西。我原本是想要放在最后讲的，可是我现在迫不及待想用了，因为我现在脸上没有打亮，我觉得很不安。这个呢是 Essence 的眼影，色号是10号，它就是这样子单色眼影，上面有一个很寒酸的小盖子，就是它的包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寒酸，然后价钱好像是86还是89吧。那它的产品名称叫做眼影嘛，可是呢拿来当打亮超级漂亮，而且是很细致又很亮。我现在直接刷给你们看看好了看好了，我现在这边没有吗？有没有超亮？有没有超亮？它的颜色就是很衬我们肤色的这种香槟金色，带有一点点米色的感觉，就很适合我们这种黄色调的皮肤。然后那个亮度那个亮度真的就是
好闪，可是你看一下，没有显我的肌肤纹理，然后它也没有亮片感，没有颗粒感，它就是这种很细致的珠光哦。这真的超漂亮的，不到100块，我觉得超级夸张。虽然说它很小颗，它的容量只有1.7克，可是你知道打亮平常那么大一颗，从来没有用完过。有谁用完过打亮？举手告诉我。我自己打亮从来没有用完过，连要凹都很难。所以像这样子超级小包装，反而是比较符合逻辑的。因为像打亮就是只需要这样局部使用啊，真的这样子小小一颗就很够用了。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也可以撑个1年2年之类的吧。这个我觉得 CP 值真的是很过分的高。如果你在找打亮的话，不要犹豫，就是它。你们看一下，再看一下效果，这整个亮的哦，拿来做眉骨啊、颧骨或者是鼻子的打亮也很好。然后像我今天眼头这边的打亮啊，也是这一颗。这个我觉得，即使我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打亮啊，可是我买了之后呢，我最常摸的就是它。虽然说它的粉质摸起来并没有特别让人哇的感觉，可是你上在脸上那个妆效，真的非常非常的惊人。我觉得这个妆效真的太夸张了。有在找打亮的朋友们，就是它了，不要怀疑。这个不过是一个鸡腿便当的价钱，不对哦，现在鸡腿便当可能还要100多块。这个才不到90块，超夸张的，赶快去买！再来呢，是我最近最喜欢的指甲油品牌，它是日本的开价品牌，叫做 Nailholic。我喜欢的原因呢，是它的颜色非常非常多，它是我目前看到开价指甲油颜色最多的，大概有几十或将近100色吧。然后它的调色非常的漂亮，像我最近买这几个就比较适合秋天的颜色，我觉得色系超级漂亮，就有点那种莫兰迪色调嘛，就都有带灰调，这些颜色的质感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们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非常饱和的，像我手上这个啊，就是刷2层而已。它的饱和度跟亮度都非常的够。然后这个指甲油我发现一点，就是它干的速度特别的快，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跟我手边其他牌子的指甲油比起来，有比较快干。那持久度的部分呢，我觉得就是普通，因为像我擦指甲油是很容易掉的，那我擦这个可能就是2、3天吧，就等要卸掉了，所以它持久度并没有非常的好。可是它的色选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就是以开价来讲，要找到这么有质感的颜色啊，大概就只有这个牌子了吧。然后这个牌子的指甲油价钱大概是从80出头到100出头吧，像这种一般纯色，就是里面没有珠光、没有亮片啦，就是大概80、90块。不觉得以80、90块买到这样子的颜色真的是超级划算？所以像我现在如果特别有要找什么颜色的指甲油啊，我第一个都是会去找这个牌子的。然后再来还是指甲类的产品，它是一个指甲速干滴剂。如果你跟我一样擦的指甲油常常会不小心碰到一个凹痕啊，或者是前面顶到掉漆啊，你非常需要这个，这应该价钱也是80块左右吧。这个啊，再搭上 Nailholic 指甲油啊，几乎是不用等，就插上这个2层，然后再滴上这个啊，我就等个大概1、2分钟吧，我就可以去做事了。然后像我今天就是这样子做，完全你看手上面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刻痕，还是有一点点，因为我真的完全没有等它干，就是这边还是有一点点看不太到的压痕。很厉害了吧？因为平常如果你擦完没有等的话，你就是整个完蛋嘛，就是这边到处都是指纹啊，或者这边全部都是那种指甲的痕迹啊，根本不可能会是这样子完整的面。但是因为这个本身就已经比较快干了，再加上这个神奇的速干滴剂啊，两个搭起来，免等待，指甲油1秒干，没有到1秒那么夸张啊，但是我觉得在1、2分钟之内就会干了，真的超神奇的。然后这个用法呢非常简单，就是你指甲油涂完之后呢，直接这样子滴一滴到甲面上，它会形成一个就是类似油膜的东西，然后就等个大概1分钟。你就可以去洗手把它洗掉，之后呢，你的指甲油就干了，真的就干了，超神奇的。因为它这么大一罐，你就10只手头10滴而已嘛，应该也是可以用个天荒地老的久吧。所以像如果你是爱擦指甲油，可是又没有耐心等它干的人啊，你真的超级需要，这个是你的生活必需品，一定要去买一罐这个。再来这个呢，是我此生用过最多的美妆产品。是蓝韵化妆棉，这个非常的便宜，它一盒有180片嘛，价钱是3盒99块。那我喜欢用它来湿敷化妆水，因为它的尺寸真的非常非常的刚好，它一片摊开来是这样子嘛，你就可以撕对半。我有买过其他这种类似不织布材质的化妆棉啊，我觉得尺寸没有这一个刚好，它这样子撕起来你就可以
刚刚好的贴在你的脸颊的部分，你看完全覆盖脸颊。因为像我们一般湿敷化妆棉都会比较是想要湿敷这边嘛，所以它就这样子刚刚好的2片。就结束了。那如果你还要再敷下巴、额头的话呢，就是再多用1张。然后它非常非常的省化妆水，比起如果你平常是用那种整张的纸膜去浸到化妆水里面沾湿来湿敷的话，这个用量大概只需要它的1/10吧，超级省化妆水。然后我之前还有推荐过一个丝花的化妆棉，是拿来做湿敷，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丝花的化妆棉，我不知道它是材质的问题还是怎样，它会让化妆水没有办法进到皮肤里面。像用蓝晕这个大概就是敷个10分钟，这个化妆棉它就会干掉了，它会一部分是蒸发，一部分是进到皮肤里面了。但如果是用丝花那个化妆棉啊，敷半个小时也不会干呢，它好像是会让水整个锁在化妆棉里面，所以用丝花那个敷就会等于它的化妆水成分一直进不到皮肤里面，就会有点敷了等于没敷的感觉，所以丝花那个我后来用一用是不喜欢的。最终呢，还是回到我的老相好蓝晕身上，如果在找适合湿敷化妆水的化妆棉我觉得还是蓝晕这一个最适合，然后 CP 值也最高。最后2个呢都是台湾品牌的单色眼影，我们先来看这个是1028的。它的单色眼影1颗价钱好像是99块吧，那有时候会有几颗组合价什么，反正它的定价就是99块。那它的好处是这样子一个小小格嘛，你要自己放在那种自主盘里面非常方便，因为它的壳本身就是金属的，你可以自己这样子煮。然后它不管是雾面或是珠光的，我觉得粉质都还蛮不错，而且显色度非常好。我现在就直接刷2个给你们看哦。那我这个是有点玫瑰金，你看这个珠光它那个亮度。然后它是细致珠光，不会让人觉得说上在眼皮有粗糙廉价的感觉。然后像雾面的显色度也是非常的好，它的晕染力没有说像那种欧美系列，像比如说 Urban Decay 那一种那么好晕染。但我觉得以一般日常使用也是非常非常优秀。你看它这样子的柔雾感，我这是用手随便这样抹一抹，它的整个晕染度啊、显色度，还有它整个色泽的呈现，我觉得都非常的棒。所以以它的价钱跟使用的便利性跟色选来讲我觉得1028眼影都是非常非常适合购买的。而且它1颗又不到100块，如果你是想要玩自主盘的话，我觉得1028会是一个很好的入门选择。再来最后呢是手弄的单色眼影，手弄它也是台湾的品牌，然后眼影本身也是台湾制造的。然后我这边有放几个在我的自主盘里面。这边这几颗是手弄的眼影，那手弄眼影跟1028，我觉得用起来显色度啊、粉质什么的都非常的相似，但是手弄的又更便宜。它一般粉状质地的单价是99，可是他们网站上永远都有特价。像我现在看到特价是4颗279，一颗才大概70块台币。一个单色眼影才大概70块台币，你不觉得很夸张的便宜吗？而且手弄眼影颜色非常非常的多，像如果你是要珠光、亮片或者是雾面的都有，总共好像可能有将近100色吧。因为你基本上想要什么样子的颜色都可以在手弄找到，手弄也是非常适合喜欢玩自主盘的人。可是我觉得它包装上有个缺点，就是它上面这个黑色这个是塑胶壳，所以像你如果要让它吸在金属的自主盘上面啊，你背后还要再另外粘磁铁，它才能吸上去。不像1028的它本身这个就是金属了，你不用另外再粘磁铁什么的，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吸上来。所以如果说是以便利性来讲的话，1028的便利性比较高，而且因为1028在康斯美屈臣氏之类的地方都有卖，你也可以现场刷色。但手弄的好像只有在网络上有卖，所以你就只能凭着照片来判断是不是你适合的颜色。手弄在购买上面跟你自己要煮盘上面是比较不方便的，可是它的价格是比较有竞争力，而且它的色选也更多，这也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然后手弄后来还推出了半生熟系列，就是我现在手上这个，它是属于有一点霜状的。可是这个霜状的很奇妙，一般霜状也用刷子会比较不好上嘛，但是手弄这一个用刷子还是非常非常的好上。像我今天眼妆就是用这4颗画出来的，首先我先用1号做整个眼窝的打底，再用3号晕染出眼尾的轮廓，再用手指沾6号这个橘金色上在整个眼褶里面，最后眼尾我是用扁刷沾7号拉出一个隐形眼线的效果。我今天眼影呢，就是用这4颗，而且前面你们看到我就是用刷子上，它的这个柔雾感还是非常的好。如果你喜欢偏霜状眼影的话，你这一定要试试看手弄这个半生熟系列。但半生熟系列它的价格有比一般粉状的稍微再高一点，它是单颗129，然后
4颗是399，所以以4入的单价来讲啊，它还是有达到在100块之内。就是我觉得以台湾目前买得到的野饮来讲，如果你是要玩自主盘的话，就是手弄跟1028是最适合的，价格也最低啦。因为很多专柜也是有出单色野饮，可是专柜的单色野饮一颗可能300到500之间，如果你要自己买个4、5、6、7、8颗来做自主野饮盘的话，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肉痛。我自己是比较偏好买这种开架的来做自主盘，因为像比如说 Addiction 眼影也是这样子单色，你很适合做自主盘嘛。可是这一颗500块吧，我自己还是会买，我很喜欢。可是你说要买个10颗8颗来玩的话，真的就是买不下去。那像手弄，你如果要买个10颗、8颗，甚至是要买20颗，其实就等于一盘专柜眼影的价格啊，就完全不会心疼。然后它的粉质跟显色度跟上脸的妆效，我觉得其实都跟专柜的并没有差距很大，你不会说一看到觉得啊那是很廉价的眼影。所以像手弄跟1028，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尝试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超平价特辑，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不要记得订我频道，拜拜。